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史前生物。看着这个糟糕的画面就知道，其实我今天不是用主要手机录的。然后我今天，前几天其实我就换了一部 iPhone 13 mini，说句实话就是很长的一个故事来的。事发是这样的，我在去年4月的时候已经买了一部 iPhone 11，然后因为我当时买的是黄色的，然后我就用了大概半年吧，就是那部手机是2021年4月买的，现在是2022年的1月30号，然后就用了大概有8至9个月，然后看到人家哥哥的用，然后我就换了。没关系，这只手机我就已经拆了，然后手机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 ，iPhone 13，看到，还是背光了，看2个键都是斜的，然后现在我们把壳子这样子的，然后就把它重新放在里面，重新开箱。来，为了保持神秘感，我决定再放进去。手机这样的，耶！然后我就把我的手机放回这里面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原本是怎样子。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好，它一开始是放到这里的，然后它的型号大概是这样子的。我就不给大家看到那个序列号了。然后大概是这样的 iPhone 13 mini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。哎呀，它这摸起来是有一种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好，就摸上来就凸出来的感觉，你们有没有看得到？应该这样看会好一点。iPhone 超薄，这去年其实很厚的，真的差不多专门厚2倍。然后开箱，iPhone 13 mini，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。然后它这个镜头是罕见的这种是打斜的，然后很有趣的是我在打开摄影机的时候，它竟然主要镜头是放在中间的，然后超广镜头就是0.5倍的镜头竟然是放在右上角，它对比以前是不一样的。以前是用 iPhone 11的，那镜头也是2个镜头，但是它镜头是一个主镜头是放在右上角这一块，然后第2块就放到这个地方，这一块嘛就是超广镜角的。然后看，就是我现在用了一段时间，大概多少天了呢？Limited warranty expired 到22号1月2023年。哎呀，看到了，这是我1月22号买的，现在用了有8天了，很开心。其实我之所以为什么没有现在拍，没有现在开拍箱，就是因为当时，这部手机是我透过电信商买的，电信商因为他们难度便宜一点嘛，然后我去那边看了一下，原价是要5999港币的，然后后来我就以就是那个什么顾客价，然后重新续约了，然后我原本的计划是2年的，2年无限42拿的138港币，然后我手机塌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我讲到哪儿了？哎呀，什么？哎呀，完了！就是因为这部手机它是当初是5999的，现在它就只卖5598，没错，5598。然后看到这么便宜的价钱，我也心动了，然后就买了。哦，真的是气死人了！就当时有点尴尬，就是其实我当初去买的时候，有个女人啊，就一直跟着我，一直游说我没去买这部手机，然后一直游说到我给了钱了，给钱那一瞬间，他就拿走了卡，然后刷完了，把卡还给我们的时候，他就处理其他事情，他说我有点事情，我一会儿再处理你们 ，OK？ 气死人呢！你们搞错，买完就不理啊。对于这次的 Apple 的机子，其实我是有点不满意的。虽说他是说为了环保而不提供耳机和充电头，其实我知道这是环保，但是价钱能不能再低一点点？好啦，我只是有点不开心，就是说他没有提供那个充电头还有耳机，没关系，我之前都有。还有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东西，
看到一些不是苹果产品就随便贴，像这些，我帮Lenovo卖广告哦，还是不贴了，没关系。好，继续，然后这东西呢，我就放回它吧。不一次给我拿出来了，会。真卡，装卡我已经拿出来了。说明书，哎呀，读中文的算了。然后它说明书就是讲一些一直以来都会有的这些东西，像什么 iPhone。使用 iPhone 前请正在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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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然后我们就收回去吧。充电线，这是 Type C 转 Lightning 的线，好像因为苹果的线它都会有那个 MFI 的认证，所以其实我蛮喜欢苹果线，摸起来很舒服，都是钱的味道。唉，我还有其他充电线，我还是不用它了。手机 iPhone 13 mini 15.4。哎，我要知道这个 serial number，然后就是我买了128的，我用了62.4 GB，然后就摸起来也蛮顺的，然后其实蛮满意这手机，就是唯一可惜就是因为我的计划是不是5G，我只能用4G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并不是用实体 SIM 卡的，它是用一张实体还有一张 eSIM 的，然后我就把我原本那张卡就变成了 eSIM， 然后就把剩下的那张卡就用实体卡了，然后就它的卡槽就放到这里。其实我觉得它这蛮漂亮的，是。这次苹果在所有 iPhone 13系列都使用了 OLED 屏幕。苹果在 iPhone 13 mini 和 iPhone 13使用了60赫兹的屏幕，在 iPhone 13 Pro 和 iPhone 13 Pro Max 使用了120赫兹的屏幕，所以相对来说 ，iPhone 13 Pro 和 iPhone 13 Pro Max 会比 iPhone 13 mini 和 iPhone 13看起来顺畅一点。但是如果你预算不高，但是又想买这一代的 iPhone 的话，我会比较推荐你买 iPhone 13和 iPhone 13 mini 呢。好，总而言之，其实我觉得这部手机其实是好的，但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，首先价格其实不是很亲民，第二就是我不是很满意它没有附送了豆腐头还有耳机，但是第四个点就是要赞一下它吧，它就是第一，它其实体积小的，我觉得蛮方便的，它其实我的手其实不是很大嘛，然后。它就那个 iPhone 13 mini 就手是刚刚适合我的手那个 size 的。以前 iPhone 13呢，然后手是要撑那么大才拿得了，就比较尴尬，就是有时候会拿不稳就掉地上。Oh my god！ 但是这次换了 iPhone 13 mini， 我觉得其实也算是值得吧。更让我开心的就是它用了 OLED 屏幕，其实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。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 OLED 跟 LCD， 就看一下这边吧，我到时候会放这里。今天影片到这，大家记得订阅、分享，喜欢还要开小铃铛，我刚刚忘记讲了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的 IG 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